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女演员，凭借优秀作品成为一线艺人。在深不可测的娱乐圈，有很多明星具有演员身份也会拍戏，但是呈现出来的作品却让人一言难尽。但还是有一些艺人担得起演员这个称呼，将演戏作为事业，不断学习钻研，最终受到观众们的认可。赵丽颖作为如今娱乐圈中流量可观的女明星，就是这样的存在。而赵丽颖从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员到如今有所成就，离不开她背后下的功夫。赵丽颖并非科班出身，原本在自己的家乡完成学业之后就正常工作，按部就班的生活，但是仍想出来闯一闯的赵丽颖，还是选择参加选秀节目。不得不说，有努力坚持的成分，也有幸运的成分。2. 陆贞传奇使赵丽颖爆火，追鱼传奇随后为其助力。这部作品应该是在真正意义上让赵丽颖红了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她，铺天盖地的访谈和综艺接踵而来。陆贞完结后，追鱼紧接着播出，赵丽颖在作品中的经典动作被观众熟知模仿。陆贞给赵丽颖带来的热度是巨大的，尤其是当时和戏中的男主角陈晓祖的 CP 也被很多人支持。人红是非多，在她大火后的某一个节点开始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黑她，不管在镜头面前做什么都有可能遭受无尽的吐槽甚至谩骂。3. 花千骨使赵丽颖圈粉无数，咖位提升。花千骨播出后的成绩不亚于陆贞，甚至更好。如果说后者让赵丽颖大火，那么前者就使赵丽颖在演艺圈有了质的提升。小谷和师傅的爱情让很多人意难平，小谷本身的身世命运更让人心疼。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通过赵丽颖的诠释和演绎都成功传递给了观众，不仅是支持度有了明显提升，这部作品也为赵丽颖带来了成就。关于白玉兰奖提名未获奖，赵丽颖曾表示来年再战，让大众看到了她的决心和勇气。4. 楚乔传让大众看到她的努力，又因知否收获爱情。随后上演的《楚乔传》是一部实打实的武打片，这么说是因为赵丽颖在作品中的角色就是以打戏为主。高温的天气下，依然穿着厚厚的古装拍摄耗费体力的戏，并且还要保证戏的质量。其实娱乐圈和演艺圈是一样的，演员和明星的身份并不冲突，而做好明星也是需要努力的，做优质偶像传播正能量，不惧外界的黑粉和谣言。赵丽颖超 A 湿发复古又洒脱，但看到这位的湿发造型极致诱惑。近几年时装秀中出镜率很高的发型，湿发统统是中间不能够不说起的潮水趋向之一。和以往差别，湿发带来的不再是浓重感，也不再是脏兮兮的模样，而是给人清新又 A 又飒的前卫发型。本日小编就和朋友们来看看女明星的湿发造型吧。开始看赵丽颖的湿发造型。照片中，赵丽颖穿戴吊带无袖连衣裙，裙摆处有流苏的粉饰，加上湿发造型，全部人变得温婉可儿，一抹红唇增长了人物颜色，非常撩人。这张赵丽颖的湿发造型变得霸气细腻，以后梳的湿发更具线条感，穿戴玄色衬衫，斜肩的方法暴露诱人的锁骨线条以及肩颈曲线，戴上金属耳饰，全部人的气场非常浓烈，气质 up。赵丽颖的样式可谓是可盐可甜，既能演绎霸气气场，也能操纵甜蜜 style。穿一袭深 V 制服，稍显混乱的刘海适可而止地展示了颖宝细腻的五官，裙身有增长荷叶边的计划，搭配湿发更有灵气和档次感。女星同场加映，比起彻底干涸的头发，湿发宛若更能发放魅力。刘亦菲被称为仙人姐姐，连续以来都备受眷注，凸显出细腻的五官，侧脸更有线条感，加上细腻的妆容，不禁让人当前一亮。不得不说，湿发造型确凿能帮你晋升好几个 level， 看上去又 A 又飒，
范冰冰半湿半干的头发和半透不透的状况，非常轻松性感，加上刘海放松晋升造型的光芒感，也增长了档次感。湿发造型能够或许让受损发质和凋谢的毛躁获得视觉上的弱化，像杨幂的马尾湿发，兼具灵气和前卫，前额用刘海粉饰，出现的结果就截然差别了，不会显得太硬板。若着手才气相对好的姑娘姐们，能够用卷发棒在家本人打造纹理，平分的发型和湿发造型连结在一路，倒把潇洒之感展示出来了，放松解释性格自我的前卫立场。湿发回具有减龄结果，娜扎的湿发造型秀出成熟的女性魅力，配上微湿发造型，有种霸气女神的既视感。吊带加上湿发的计划就会显得很有计划感，经历配饰来增长档次感，造型流利的线条感就表现出来了。咱们多见的湿发造型或是短发较多，长发湿发相对少见，但长湿发更轻易打造冷艳清高的气场，并且长湿发更磨练人物的脸型和五官。张馨予的湿发造型颇具东方古典女人的气质，为全部画面增长很多美感和意境。允儿作为90年乐的复活代歌手、演员，在性格前卫层面历来不会缺席。暗色彩的布景加上湿发造型，稍显混乱的刘海勾画出脸部五官的高档感，更添几分细腻造型感，非常迷惑眼球。一样是湿发造型，但舒淇片面气味很猛烈，更添沉稳的气味。经历皮衣的立体剪裁将它的美感出现出来，尤为是眼神的深奥感和整体美艳文雅彻底展示，女人为披面而来。湿发潮很可贵点在于打造出比干发更不言而喻的结果，宋茜打理成湿发 look 也分外悦目，随性又连结女生的滋味，长度恰好到锁骨这边，更利于打造疏松天然的结果。赵丽颖演反派，姐姐我可以。小赵同学产后复出以来，大家都发现她眼神变温柔了，小编也发现了，有了母性温柔了，赵丽颖又美上了新高度。小编最近看了赵丽颖为数不多的电影中的一个，豆瓣评分一般，但赵丽颖同学的表演可圈可点。电影讲了13岁入宫当宫女的赵家沉香周冬玉氏与同在前夕4所当差的好朋友琉璃赵丽颖氏度过7年春秋。深宫内院，挡不住少女春心萌动。单纯无知的沉香偷偷恋上13阿哥胤祥陈小氏，情缘前定，两个身份有着巨大差异的青年男女互生好感。另一方面，琉璃偶然得到9阿哥胤堂诸子萧氏临幸，后被抛弃，一心攀援富贵的他被嫉妒与虚荣所充满，遂假托沉香之名得以许配13阿哥。沉香深藏心中委屈，以贴身宫女身份服侍琉璃和深爱的胤祥，而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和13阿哥越走越近。在充满阴谋和权力斗争的皇宫，沉香能否与心上人再续前缘？谁能想到心狠手辣的琉璃和软萌可爱的薛珊珊是同一年拍的呢？这2部剧都是原因哦，角色反差巨大。琉璃也是赵丽颖饰演角色中为数不多的反派。琉璃经典台词：想要的永远得不到，不想要的却偏偏惦记着。这人呐，一辈子就这样，我们就各走各的路，各受各的苦。双引号，这是一个可恨又可怜又可悲的角色。他一心想奔向自由，却万箭穿心，落马而死。死前说这里还不够安全的那一滴泪，真的很戳心。出宫的日子遥遥无期，一心想过好日子的琉璃却富贵迷了眼，被男人骗了心。他以为成了13阿哥未婚妻，好日子就来了，一朝变成金凤凰，却被人瞧不起，被人羞辱。有人告诉他，要想人前显富贵，必须人后受罪。他也很努力地去迎合贵族的口味，他成功地成为了贵族的样子，却失去了本心。他害怕被人揭穿，害怕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，所以他千方百计地阻止沉香和13阿哥接触，渐渐地迷失了自己。有时候反派角色往往被塑造得更立体，更惹人怜惜。影片情节一般，甚至有点狗血，但几位演员的颜值和演技都不错的。